就是最近我有个朋友，他就很开心跟我分享说，哎呀，他开了一家手摇店这样，然后很好啊，手摇店年轻人创业。对，但是呢，他一讲完他开手摇店，我就担心了。现在疫情爆发，对，生意没了嘛，对不对？对，员工薪水还是要付。没错。更重要的是啊，他挖了一个坑让自己跳。不要以为自己创业啊，你的人生就开始富裕了。其实如果今天你把这个视频看完，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财富角色当中。嗨，我是哥哥刀神，我是妹妹丹。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打工几年赚了一些钱，开了一家店，你的人生就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你这样问一定不是。亲爱的，你想太多了，好不好？你只是从帮别人打工变成帮自己打工而已，好不好？哦，因为真正的有钱人啊，根本不是你们想象中的这样。白手起家还是有，但是它中间一定有什么转折。对，他一定有一些 key point。他不会是每天早打卡上下班为自己的店开门，这种财富自由不可能。对，所以啊，我帮大家整理出了4种财富角色，看看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看看你有没有中招。第一种财富角色当中啊，就是受雇员工的角色。就是一般人就是这样啊。受雇员工是什么？受雇员工就是领固定薪水做对固定的工作嘛，上下班打卡这样子，加班下班。对，他们大部分啊都是用时间来换取金钱，对一天工作8个小时，如果时薪是100块的话，没有100了，那30年前，现在已经快200了吧？我那个年代是70几73啦，73， 30年前麦当劳啊，好，现在已经快200了。真的啊因为我也不是领时薪，应该是168还是17多，反正快200了。对，你看200块，如果一天8个小时，一天是多少1600 ？1600而已嘛，所以一个月是多少？3、4万吧。对，3、4万块嘛。3、4万。所以很多人以为他领3、4万块啊，其实就很开心。可是3、4万块，你还得扣税，扣代健跑，预扣缴10%，12%扣掉。感觉你讲这句话里面带了一点怨恨跟杀气啊。每次领20、30万都被扣好几万了。OK。你看20、30万都觉得很美送，有没有被扣成这样？所以这样子的角色啊，其实即使你领20、30万，在这个角色当中，你都叫做受雇人员角色。没错。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很多时候啊，都是我们社会的中间分子，我们都称为中产阶级。大概都是做这样的工作。对，那社会啊，不能没有这一群中产阶级。也是没错，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对。透过这样的方式啊，大家其实会在自己的工作上啊，不断的努力啊，不断的精进啊，努力精进之后，他们才会把这些经验跟知识不断的变得更加的庞大，更加的丰富，了解，对不对？但这里面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真的满足于自己现在这个经验、这个工作、这个薪水，那你永远都会在这个领域里面无法跳脱出来到别的角色。其实这个领域里面通常会有什么样的角色啊？比如说医院的医生，比如说大型律师事务所里面的律师，他们其实也是用时间来换取金钱。他们顶多把时薪200块变成500块，但是他们不会因为这样变一天有48小时。没有，时间都一样的。如果你有机会啊，累积了足够的财富跟经验，一定要开始去思考，让自己变到下一个财富角色当中。那什么是第二个呢？第二种财富角色啊，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变成自雇人士。但这个自雇人士，你不要以为自己出来开公司就很爽啊。其实自己出来开公司啊，说白就是从帮别人打工变成帮自己打工。对，但是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开始。对，这是好的开始。所以啊，当你开始知道了自己帮自己打工的时候啊，你的一些观念就必须要改变。好，比如说以前你的老板就是你的上司，上司 boss。对，到后来变成了无数个老板。这无数个老板是你的什么？客户。没错，变成这样以后啊，你就会有一些状态的调整。比如说，因为你还是用时间换取金钱嘛，你赚到的这些钱，如果你有员工，你就要分给员工；如果你有了员工，然后你分给员工，然后呢，有一天你生病了，你还不能请假。可是我在受雇人员，我是可以请假的啊。当你变成自雇人士以后，你就请不了假。所以他们还应该要做什么改变吧？
其实我刚刚讲我那个朋友啊，他就是在这个角色当中自雇人士嘛，他花200万开了一家手摇店，然后呢每个月发员工薪水，疫情也发，然后也发自己薪水，就后来发现他的薪水并没有提高，生意不好的时候，像现在他反而更少了，绝对倒赔。好，你说跟房东说啊，你房租可不可以减？房东才理你嘞。可是不减也是正常，因为呢，重点有一个什么，房东缴不出房贷的时候，也没叫你帮忙缴啊。在自雇人士他扭转角色的关键就在于，我如何让自己这家公司无为而治。所谓的无为而治啊，就是利用好的机制来管理公司。什么叫好的机制来管理公司呢？就是如果你今天啊，可以在这里面创造出不同的收益点，并且把收益点呢，让员工知道他们该怎么样处理，然后呢，员工的人事啊、运营啊，都要做到没有你，公司还可以运作，你才有机会离开这家公司，并且用多余的时间再来做别的事情。如果你有多余的时间、多余的钱，你要做什么事情？投资自己。没错，所以第3种投资角色是什么？投资者。没错，你讲到的关键是投资者。投资者呢，第一个关键要投资的是什么东西？当然是投资自己啊。没错，因为你多出来的时间，如果你不把这些时间跟钱拿来投资自己，你就会发现你在后面的路上啊会一直跌倒。因为你投资什么就可能亏什么，投到最后你可能又回去做原本的老工作。投资自己啊，说白了就是把稳赚不赔，其实对，就是把一些学习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无形资产，而要做的就是把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像很多人学习，学完以后他就把这个东西放着，那你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有时候啊，学了以后啊，你没把它用在你的人身上，学的这些东西说白了都只是在填补内心的匮乏感。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我要去学东西。学了东西以后啊，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变得更好。然后呢，过了1个礼拜，继续匮乏，继续开始学东西。如何把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关键就是学以致用，用了才能够赚到钱。没错。投资者啊，前2种角色最大的方式就是你不再用时间来换钱，而是用钱来赚钱。我花出去的钱，花什么课程？可能我投资股票、投资房地产，而这些投资出去的东西，它又变成钱反馈给你嘛，对不对？所以投资者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用钱赚钱。有投资自己你感兴趣的东西。对啊，很多人在就是学东西啊，都学一些自己不感兴趣，但是就觉得哎呀这件事情很有前景。如果你今天投资叫有前景，但你不感兴趣，当这个前景中间非常痛苦的时候，你就放弃了。真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投资的东西是自己感兴趣的，哪怕前面多苦多难，你跪着都会把这条路走完。投资人啊，成功的投资人，第一件事情就投资自己。但是投资自己之后，就有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要做，守住财富。其实赚了到身上以后，你如果不会守，就花掉了。赚到身上，如果不会守住，你可能乱投就亏掉了。好，那当你学的越多，投资几率成功的几率就越高，你的成功几率越高，你累积的财富跟资产就会越来越多，你才有可能进到下一步阶段。那你知道财富角色的第4种是什么吗？企业主。这脚本看得好啊。这没有写啊。对，好，所以第4种啊，也就是最终极的财富角色啊，就是变成多个企业的企业主。这个企业主是什么？就是你拥有了很独到的眼光，看到很棒的项目，你投资它，并且你知道这家公司啊，它有一定的团队，它有很好的管理机制，可以让这家公司啊真的做到无为而治。那你要做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成功，对不对？那像我现在有投资一家投资公司，我们投资公司里面有会计师、律师，我还有很多 VC 投资人，大家都有。所以啊，我们在看项目的时候就会非常谨慎，然后看到就投，然后投了以后，我们就会努力的让他成功，因为他们成功，我们才能成功。所以你看说，第一步是不是必经过程？必经过程。因为我们一毕业一定都要找工作嘛。第2步，自己开公司也是必经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找到方法活下来，那你第3步、第4步才会更加顺利。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啊，如果你可以看准一家公司，你把你自己的机制、运营系统放到这家公司当中，让他们能够努力工作，并且帮你卖命，那你就会变成是一个多个企业的企业主，对不对？所以真正厉害的那个投资人、企业主啊，其实是不必工作的，甚至连公司都不用进去，他只要有独到的眼光就好。因为啊，在做这个公司的工作，一定有一群更专业的人
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知道，真正厉害的好的企业主，投资的那种投资家的企业主，他们有一个能力非常重要，就是要把这家公司里面所有关键人物他们的梦想变成自己的梦想。这差别是什么？如果你的梦想我来帮助你完成，其实你不是来做我的生意，是你自己在做你的事业。对。可是很多投资人就是，哎呀，我不管，我的梦想是这样，你们来帮我打工吧。弄到最后就是我为什么要帮你做这件事？对，我觉得当到这个终极角色的时候他的包容度他的视野其实一定都是一个高格局。对，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这1、2、3、4步骤第3、4步骤看起来都很庞大，有什么现实现在一般人就可以成为企业主或是投资者的角色？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误会了一件事情我投资一家企业主，我一定要花上百万吗？其实不是原因是什么？你今天如果要投资一个项目，像我现在投资了一个酒的项目，投资酒的项目的关键就在于我有没有好的酒。我在商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商会的伙伴，他们就是在做酒的好，那我的工作呢，就是看看这个酒在市场上有没有机会做得更好。那我可以投资的是我的资源，不一定是资金你的财产。对，我的智慧财产是我的资源嘛。如果你有这些资源，能够让这件事情成功，那它也是可以兑换成价值的，不是吗？对，你自己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就是脑袋就是你的价值点。但前提是你要有脑袋所以投资自己，不要忘记可以真投资的自己。我就跟你讲，其实在我做很多公司的顾问这个角色我都会发现一个点，就是这家公司，如果你只是想办法用钱来帮助他们成长，有时候你反而会害死他。他们如果做这件事情做不好，用钱来帮助他，你只会让这件事情死得更惨。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就是管理团队不好，我要怎么样管理好团队？好，我请更贵的人来，那我给你钱，你就请更贵的人来。但是请更贵的人来，公司就做得好吗？不是吧？对啊。然后我如果是真的只是投钱，我就一直投钱，你就一直找人，然后一直烧，公司迟早完蛋对不对？所以关键就是在于刚刚说的那个企业主独到眼光，你如何看准这家企业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如果他今天需要的是客户，你投资客户给他，他也是个投资如果他真正需要的是某一种关键技术，你投资关键技术给他也是投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很多 roadshow， 我觉得最大的状况就是所有来做 roadshow 的这些新创企业都说我们要钱，我们要钱。然后你这时候就问他，你拿这些钱你想怎么用？没有人可以知道我这些钱怎么用，我只觉得你应该要给我钱。天哪，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给了你钱，然后嘞，你套现走人吗？我又不是白痴。你这把投资人当白痴了吧？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观点那个观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第3层的投资者跟第4层的企业主有一个重要的共性要被理解，那个共性就是把线性收入变成被动收入。什么叫线性收入？打卡上下班，然后领固定的薪水。对，就是以时间换取金钱的这个收入点变成一条线进来。好，就是一个工作，然后赚一个钱进来，然后进来以后生活，然后把钱花出去，这个就叫做线性收入。可是开放性的收入是什么？是我有很多点，然后这些所有的点呢，都会创造出不同的财富进来。有些东西呢是靠股票，有些东西呢靠收租，有些东西呢靠投资公司，这一些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被动收入。所谓的被动收入就是你什么都不用主动去做，它就自己创造钱，睡觉就有钱。对，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能够创造财富的关键。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去购买很多资产好，那这些资产其实有点像聚宝盆的概念，自己就是一个聚宝盆，你丢了知识进来，那它就会生钱出来；你丢了钱进去，它就会生钱出来；你丢了资源进去，它就会生钱出来。所以要懂得把自己当成一个聚宝盆，丢什么生什么。如果呢，你想要知道如何让钱生钱，该怎么做？学投资，看我们的频道。